Welcome to take you to travel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的是寿山的秘境，这个是我在高雄那么久完全不知道的地方。我们一起来爬山吧！这是我们这团的巡守阿布。如果要探险寿山的洞，每个洞都是要请巡守向寿山管理处申请的哦，千万不要自己擅自探洞，这样是会触犯法律罚款的。在这边，猕猴是不能喂食的，因为它什么都吃，像是花啊、叶子、昆虫、鸟蛋、雏鸟，甚至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洞，这个泥土也是它们摄取盐分、矿物质的主要来源，所以千万不要乱喂猕猴。巡守这次带我们选择走小路。疫情期间避免太多的人群，而且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自然生态，但是路线比较不好走，前往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小弯腿，Good job！ 一路上很多线果藤会跟着我们行走，用来传播它的种子。它的叶子是一大一小交叉的，像是十字架一样。寿山在180万年前都是在海底的，后来因为板块运动才隆起了这座山。所以看到的整座寿山都是高位珊瑚礁岩，由于是从海里形成的原因，这里也没有什么泥土。这是小虹桥，有时候可以看到马卡道泽蟹。在寿山也有机会可以看到山羌，但是由于太多流浪狗了，流浪狗会去攻击山羌。已经成为它们最大的天敌，导致山羌的数量逐年减少，现在已经快要绝迹了。Monkey 来找我了 ，Monkey 来到了另外一个秘境——一帘幽梦。
准备要开始探洞了，在洞里一定要戴安全帽，因为随时会有落石。再来，洞内伸手不见五指，所以头灯也是必备的。而且有时候可能会有蛇，所以进来洞内要非常小心，注意周遭的状况。再来也要小心地滑，在洞内本身是比较潮湿的环境。如果下雨的天气是不建议探洞的，所以开放升起入洞的季节为每年的11月到4月，所以这支影片上片的时间已经是不能前往咯，要等到11月才能申请探洞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寿山竟然有这么特别的秘境，这里全部都是高温珊瑚礁岩，以前这里全部都是在海底下的，因为地壳变动的关系，都已经变成了一座山。那我们现在在山的里面，大家如果说有来天宇洞的话，一定要跟寿山的管理处来做申请，不能自己擅自进来哦。擅自进来的话，可是会被罚钱的。这是观世音，还有土地公。这个有没有像豪宅里面的美术灯啊？大家有发现这里躺了一条美人鱼吗？
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太神奇了。哇，又是另一个秘境，这里是大峡谷，实在是太壮观了！从来都没有想过高雄有这么特别的地方，寿山真的值得大家来探险一趟哦。我们的巡守真的是很专业，带我们去了好多个寿山的秘境，也跟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说，推荐给大家。如果要来寿山探险的话，可以找阿布，我会把他的联络资讯放在底下，你们自己再跟他联系哦。来到最后一段探险路径小追路，这边是要沿着山壁拉着绳索，一步一步往前走的，很刺激啊！如果不想冒险的朋友，其实也可以从旁边另一条路直接往下走即可，都是通往山下的路线。好了，天山准备下山了，一边欣赏高雄的美景。再次呼吁大家，看到猕猴千万不能喂食它们。这边还有一个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